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硅谷101。My name is Chen Chen, co-founder of Valley 101。以前の番組では、Suno を代表とする音楽生成モデルについて紹介しました。Allo stesso modo, anche i modelli vocali di sintesi vocale stanno rapidamente evolvendosi. In dieser Folge sprechen wir über die Entwicklung von KI-Sprachmodellen und die neuesten Markttrends。刚才大家听到的声音啊，全部都不是我自己发音的，而是由 AI 语音生成的，用的呢是 Minimax 最近评分超过 OpenAI 和 ElevenLabs 问鼎全球榜首的 Minimax Speech O2 语音模型。那么作为内容创作者啊，其实我们一直对 AI 语音生成特别的关注，也一直在用各种产品，但是最近语音模型的进展真的是惊到我了，感觉泛化能力已经足够强，不仅在我们刚才演示的多语言上合成的游刃有余，还能够对不同的口音、不同情绪进行人声的模拟和生成。来，我们来试试训练我自己不同情绪的音调哈。比如说，我们试一下，一个温柔的陈倩。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好像还不错。然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下一个比较严肃的陈倩。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好，我们再来宝贝儿，一个很夸张的陈倩。哇哦，各位观众老爷们好啊，欢迎来到万众期待的硅谷101。哇哦，好，我们最后来试一下一个很嗲的陈倩。哼，不许不看，给我认真看完，这是硅谷101最好看的节目了。My God， 我真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有点难以想象我自己会这么说话啊！好了啊，先不玩了。但是你看啊，这一下就把有我的音色，但是不同情绪和场景下的人声给表演了出来。我感觉真的是到了一个语音产业革命性的时刻了。所以呢，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解析一下语音模型过去几年的技术更迭，试图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 AI 语音是如何做到的。最新的模型有什么样的技术创新，在哪些 To B 和 To C 的商业应用上有爆发性的需求，以及呢人们关注的声音版权问题有如何的解决方案呢？那首先呢，我们做了一下研究，发现啊 ，Text to Speech 文声语音又被简称为 TTS 模型的发展，其实也就集中在过去几年的时间，目的呢也很简单，输入文字，输出语音。那么在2017年之前的技术方式，在现在看来啊，都特别的笨拙，效果呢也不尽人意，机器人感非常的重。而自2017年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之后，技术迭代就变得非常的快。而在那之后呢，这个领域主要有4个流派与里程碑的时刻。第一个流派和里程碑时刻就是2017年谷歌发布的 Tacotron 模型，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合成语音的神经网络。Tacotron 是第一个端到端神经网络语音合成系统，它将文本直接转换为语音，显著简化了传统语音合成的流程。那顺便来说一句啊，这个取名字非常有意思。据说这篇论文中的不少作者呢，很喜欢吃墨西哥夹饼 taco， 所以呢，给取名叫做 Tacotron 也是非常随意了。那如果我们来做一个类比啊，你可以把 Tacotron 想象成一个聪明的朗读演员。这个演员从一串文字开始，一步一步把它变成你能够听到的自然语音。对应的，在模型上，它包括了以下的步骤。首先 Tacotron 把输入的文字，比如说 Hello World 这句英文变成字符，然后用编码器 encoder 神经网络把这些字符转成一串理解向量，存在记忆库中，包括文字的音素、语义、发音特征等等。之后在解码器 decoder 的环节当中，会逐帧生成所谓的梅尔频谱图，它就像声音的照片，描述了每个时间点的频率能量分布。但要注意的是啊，解码器并不是一次性输出全部语音，它是一帧一帧的生成梅尔频谱图。所以呢 Tacotron 模型中，在编码器和解码器中间呢，是插入了 attention 注意力机制。它呢就好比是朗读演员的提词器，在每一步生成的时候呢，解码器都会问注意力模块，我下一帧该生成什么啦？下个字该说什么了？那这个时候呢，注意力模块就会扫一遍输入文字的所有编码器向量，算出一组权重来供解码器输出。那你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 Tacotron 语音模型中要插入注意力机制呢？这是因为在语音合成当中呢，你输入的文字长度并不等于输出的音频帧数量。那比如说输入的文字是 Hello World 这2个词哈，但最后输出的音频效果可以说是 Hello World， 也可以是 Hello World， 这个也是有点做作哈。但是呢，我的意思是每个词出来的持续时间和长度呢可以不一样。那么中文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注意力机制
置呢就用来动态柔性的控制对齐过程。那么它的最核心的一个挑战就在于输入的序列和输出序列的长度是不一样的。在这个 text to speech 就更明显了，我输入的文字可能就是5个文字，然后输出的音频的每一个文字它可能长度都不一定是多少秒。在最早的我们看到那种 transformer 的那种论文里面，也都是用这种 sequence to sequence 去做机器翻译。那么 TacoChunk 它就是相当于把这样一套思路给用在了语音合成上面。在输出频谱图之后呢 ，TacoChunk 最后再通过一种称之为 Graveline 的声纳器 vocoder 把这种梅尔频谱图反转成为真正的音频波形，也就是可以播放的人声。但是业内从业者就告诉我们 ，TacoChunk 之所以后来被新的模型范式所替代，因为呢它有2个弱点。但它有2个缺点吧。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假设输入的文字和输出音频是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的。那么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文字是固定的，但是你输出的音频它会有很多因素来决定，比如说说话人的特点，比如说这个情绪，还有这个声调。这些都是可以控制输出音频的一些参数啊，但是 TacoChunk 自己它的基本假设就是文字可以转换成音频，所以它训练的模型就是针对一个专一的说话人去训练的模型。在当时的做的研究都不能去支持多说话人，也更不可能去做声音克隆。然后它第2个缺点就在于它的合成的速度非常的慢，因为这种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这种自回归的生成方式，所以它不可能很快的去合成出整段语音，所以它的速度、它的资源消耗，它都是当时的一些也没办法解决的难点。TacoChunk 的语音生成灵活度不高，并且还慢，还消耗资源，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快2019年的时候，微软推出的 Fast Speech 模型呢，就替代了 TacoChunk， 成为了业界的新范式。而 Fast Speech 不愧取了这个名字啊，是比 TacoChunk 呢是快了270倍。Fast Speech 呢是微软与浙江大学在2019年提出的一种 TTS 模型，目的呢就是想要解决语音合成中的速度慢、不稳定还有难以控制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它在模型上做了哪些更新。那比起之前的 TacoChunk Fast Speech 呢，更像一个更高阶的朗读者。之前的传统方式是逐字逐句的阅读，每读完一个字才能继续下一个字哈。那这也是自回归模型逐步生成语音的过程。而 Fast Speech 的方式呢，更像是先预览整段文字，了解每个字的发音时长，然后呢一次性的把整段的文字给朗读出来。那么这种方式呢，不仅更快，还能够根据需要来调整语速和语调。在模型的关键步骤上，在编码器之后 Fast Speech 呢用了一个叫做 Duration Predictor 持续时间预测器的技术，通过预测每个音素的持续时间来解决文字与语音长度不匹配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步啊，就决定了语音节奏和语速。之后加入 Length Regulator 长度调节器，根据上一步预测的持续时间，通过重复或者拉伸编码器输出的特征向量，让输出的语音长度和实际讲话时间一致。之后呢，就再到解码器和将梅尔频谱图转换为可播放的音频波形的声码器 vocoder 的步骤来生成语音。这种结构呢，使得 Fast Speech 能够并行生成整个语音序列，是显著提高了合成速度。相比起自回归模型啊 ，Fast Speech 在梅尔频谱图生成上是提升了270倍，在语音合成上是提升了38倍。而且呢，它生成的稳定性高，通过非自回归结构是避免了传统模型中常见的跳字和重复问题。同时呢，有着更强的可控性，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语速来实现更加自然的语音合成。这个机制它其实就是能够以一个间接的方式去学到每一个字符它输出的长度。比如说我今天要让它输出一句话，说今天天好蓝呢，那么 TacoChunk 在输出的过程中，首先它从左到右的顺序，它要先尝试输出金这个字，然后它可能它一开始它决定说金这个字它学到说大概要0.3秒的时间。然后天的时候，它会基于之前输出结果去判断下一步输出多长，就这个它是以一个间接的方式学到了这个长度的特征。而 Fast Speech 就是相当于是强行的给它一个标签就是金这个字应该是0.3秒，天是0.2秒，给它强行的标签让它去学，这样它能够更快的，它不会依赖于之前输出的内容，它是同时的今天天好蓝的6个字同时的往前生成，这样就相当于把速度提升了很多很多倍。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3代里程碑的模型论文，是2021年出现的 Wits。在2021年呢，一群韩国研究者就发表了论文，推出了 Wits 端到端语音合成模型，之后呢是迅速成为业界广泛采用的新标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型图就知道啊，这整个架构是加入了很多复杂的结构组成，加了很多料哈，使得这一代的 TTS 模型可以根据文本演绎出不同的语速、语调和情感的语音，实现1对多的映射，同时呢，生成的语音也更自然，更加接近人类。那如果带入上面我们提到的朗读演员的类比，那么Wits呢就更加像一个老戏骨，能够根据剧本也就是文本演绎出不同的情感语速还有语调的表演，他的演技呢也能够更加的自然。它标志的把各种小模块把它给串联起来的这种 TDS 系统，然后转向了一个基于这个 flow matching 框架去统一的进行一个概率建模这样一个整合的阶段。那么 Wits 这套系统它也被广泛的应用在各种开源的模型，甚至它被用在了声音转换这种变声器上，大部分的变声器都是基于 Wits 来实现的。而在技术创新上 Wits 呢是加入了名为鲜艳网络来预测这段话背后的潜在变量，这些变量决定了说话方式，比如说语调、速度、情绪等等。之后在后验网络中用真实语音来推断特定的文本到底用了哪些潜在因素，帮助模型学得更加的精准。同时 Flow 模块能够让模型灵活应对不同表演风格，比如说将一个简单的你好就能够演绎成所谓的温柔版、机械版还有傲娇版等等，只需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变量。还有模型中加入了对抗训练，那么熟悉大模型技术词汇的小伙伴们对 GAN 这个词生成对抗网络不陌生。那 Wits 架构通过 GAN 来让解码器相当于演员判别器相当于观众，让两者去对抗训练，提升语音的自然度。另外值得一提的呢，还有自动对齐的技术。就像这位老戏骨演员，他不需要导演告诉他每个字要在哪一秒说出，他自己就能够把台词和语音自然的对齐了。那在模型上自动对齐机制让模型学会自动把文字和语音对应上，无需人工标注的对齐数据。第一个创新呢，在于它不再依赖于一个外部的这个长度预测器。Wits 呢，它自己就有一套这种关于文字到语音对齐的一个建模系统。在训练的过程中，你不再需要去提供说每一个字符它需要输出多少长度。第二个创新呢，在于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Gen AI 模型，因为它里面存在一个随机采样的过程，它是一个概率分布中，它会有一个随机性，就导致它每次都是千变万化的。它相当于是使用了应该叫 flow matching。还有 VAE 这套框架去对这个文字的字符转换到语音的很复杂的这个过程进行了建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以前的sequence to sequence 的 tackle channel 还有这一次回归的 fast speech 来讲，它就更具有灵活性。那总的来说呢 Wits 模型的提出为语音合成领域带来了显著的进步也使得语音生成更多变、更灵活、更自然、更加的个性化。而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是一度引发病毒式传播的 Taylor Swift 说中文，你知道的其中的一些角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但是我认为确实存在这样的事情。郭德纲说英文相声 All of a sudden I stood up AI 孙燕姿等等这些变音视频都是基于 Wits 做出来的。好，接下来就到了2023年，微软呢是推出了 Vall-E 范式。2023年的时候，微软在一篇论文当中提出了新的 TTS 模型方法，称为 Vall-E， 将语音合成任务呢转换为语音建模问题，利用离散的音频编码 token 来生成高质量的语音。我们之前在 Suno 音乐模型的那个视频当中解析 text to music 纹身音乐的时候就提到过类似的模型机制。到了23年的时候，微软它发了一篇看起来非常简单的 paper， 就是他们称为 Vall-E， 想法非常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就像 ChatGPT 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对吧？它就是一个 transformer， 然后你输入很多的文字转成 token， 然后 token 上面去互相的注意力机制，然后就能够以自回归的方式去输出 token。那时候这个 ChatGPT 可以说是已经出来了嘛，
所以把这样一套思路把它给用在这个语音合成上也是理所当然的。比起之前的几代模型 Val-E 呢，可以说是一个天分极高的模仿大师。这样的演员他只需要听3秒钟的某人说话就能够模仿其声音、语调还有情感，朗读任意文本。那在模型原理上中间的2个创新是音频编码和语言建模。其中音频编码使用的神经音频编解码器，比如说 encodec， 将语音信号压缩为离散的音频 token， 保留说话者的声音特征。而语言建模则是训练一个语言模型，学习在给定文本和音频提示的条件下生成目标语音的音频 token 序列。这使得 Val-E 的优势包括所谓的零样本学习 Zero Shot Learning， 只需要几秒钟的音频提示就可以模仿任意说话者的声音。高效的训练利用离散的音频 token 简化了模型训练过程，提高了效率，同时生成的语音自然流畅，保留了说话者的情感和语调。整个架构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一旦你有了一个这种 transformer 的架构之后，你可以把各种模态都转换成它的这个语音 token 的空间里面。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例的是用文字就可以 text to speech 是可以，你甚至可以什么 image to speech video to speech， 它只要你能够转换到这个模态它都能做。它就是一个很统一的一个架构，就具有很强的拓展性。那发展到这里呢，语音模型其实已经可以说是非常成熟了，可以有一系列的应用了。所以从2023年开始呢，我们从谷歌、从 OpenAI， 甚至呢一些初创公司，比如说 Eleven Labs 的多模态功能上就可以看到 TTS 技术呢已经是被运用在了配音、数字分身、语音助手等等方向，开始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而技术进步并没有停止。那么最近呢，2025年 Minimax 的语音模型 Minimax Speech O2 一发布呢，就在 Artificial Analysis Speech Arena 和 Hugging Face TTS Arena 等专业榜单上呢，是超过了 OpenAI 和 Eleven Labs， 排名全球第一。这个模型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任意的语言乘以任意的口译，然后再乘以任意的音色，是一个无穷多的一个组合。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复刻任何一个音色，然后我们并没有像传统的方法一样每个东西都做一个模型，而是说我们通过大语言模型来很自然的实现了这一点。那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生成效果如何？模型当中有什么样的创新之处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硅谷101团队的视频后期负责人 Jacob 呢，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测评大家好，我是硅谷101的剪辑后期 Jacob。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这个 Minimax 最新的模型以及它的各种应用。那么我这2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尝试各种 text to speech 的产品。那一个最主要的应用呢，就是克隆主持人的声音，用来补录或者是快速的改稿。因为经常会发生，就主持人比如说倩姐在录制完出镜之后呢，我们需要对稿件进行一些修改的情况。那这种时候，如果说你临时要倩姐再去补录一段音频，那一来一回呢，其实就会耗费我们后置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一般呢会直接用克隆的倩姐的声音来替换某个词或者是句子。那第2个应用呢，就是视频中的旁白。在往期我们制作的故事里面呢，你或许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段落。UBS 风险经理 Brian Fairbanks 后来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说 My gut sunk. I knew UBS was going to take a very large loss. 又或者是这样的，我的医生 Dr. Rixey 每天都给我吃，任何说糖精对身体有害的人都是傻子。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让观众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个事件，会用旁白去复原某人说过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比起以前你得去雇一个专业的配音演员了，现在你就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 AI， 把生成的 VO 直接剪进去那个片子里面。但是我们之前用过的，比如说像 Eleven Labs 这样的软件呢，它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贸易战是如何影响苹果上下游的一系列的供应商、公函与工人。接下来我们来一一分析苹果的供应链到底是如何。像这样生成出来的普通话段落呢，它听起来很像地铁广播，而且还带有点老外的口音。而且当你输入的文本越长呢，这个问题就越明显。所以这也导致我们之前也仅限于在一些简短的语句里面才敢用它去生成。其次就是你对语音的表现力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制。Eleven Labs 的情感滑感它就2个档位，两边拉到头也只是有点激动或者是稍微平静了一点，但对于克隆的声音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供你选择，这点就很扣分。
但我发现上面的问题在这次试用的 MiniMax 的最新模型中，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其他语言都有很好的提升。OK， 那我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用同样的一段声音样本上传到 MiniMax 来克隆出倩姐的声音，同样是一段40秒左右的样本。大众汽车和大众集团是两个概念，我们稍微区分一下。语言选择普通话。好，那么很快呢，这个声音就克隆出来了。我们接下来拿一段同样的文字，然后选用刚刚克隆好的倩姐的声音，点击生成。贸易战是如何影响苹果上下游的一系列的供应商、工厂与工人？接下来我们来一一分析苹果的供应链到底是如何运转的。那么不用多说呢，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 MiniMax 生成的普通话效果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无论是自然度还是那个整体的稳定性，都做了比 Eleven Labs 的版本要出色。贸易战是如何影响苹果上下游的一系列的供应商、工行与工人？接下来我们来一一分析苹果的供应链到底是如何运转的。贸易战是如何影响苹果上下游的一系列的供应商、工厂与工人？接下来我们来一一分析苹果的供应链到底是如何运转的。我们这次的对比主要在中文效果上 ，Eleven Labs 的英文效果是要远胜于中文效果的，不知道这是否是跟训练数据的差异有关。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用一段更长的文本来试一下。那么在此之前呢，我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么长文本的语音生成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回的效果如何。最后，印度政府朝令夕改，导致企业很难形成一个长远的策略。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一个品牌在印度没有遭遇不公平待遇。三星、小米、谷歌等等公司在印度都被政策罚款过。尽管莫迪承诺退还 25% 的设备投资，提供免税工业用地，但企业很快发现这是幻象。联邦与各邦层层加征的地方税，随时变更的劳工法案，以及针对外企的突击罚款，都让外企们如履薄冰。在印度，政策红利往往伴随着难以预见的合规风险。哇，这个效果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整个过程很平稳、很稳定。语音语调也很自然，像这样子一段话的话，我其实是可以直接放在视频里面用的。那么右下角的字数这里呢，如果你打开这个 long text 长文本，那它的字数限制呢，它显示最高是可以去到20万字的。那基本上这个长度呢，你可以拿它去做一本有声书都可以了。那 MiniMax 呢，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设计的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对声音的修改功能很完善。比起 Eleven Labs 仅有4个属性来调节生成的语音风格呢， MiniMax 做多了一步，它让你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情绪、喜怒哀乐来生成各种语音。就像我们视频开头做的那个效果，用的其实就是这个功能。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调节克隆声音的特性，以及添加各种特殊的效果。那除了中文之外呢，这次 Speech 02的模型呢，還支持30多種不同語言嘅生成，包括針對粵語嘅這個優化。咁我本身自己都係廣東人啦，我都好想知佢喺呢方面嘅能力，所以都準備咗一段文字咧，攞嚟考下佢嘅。發音仲幾準嘅，算係我目前用過最好嘅粵語生成效果嘅。而且除咗有聽起嚟比較正式嘅音色，你亦都可以選擇更口語化、更自然嘅版本，使用起嚟仲係幾靈活㗎，完全可以滿足大多數人嘅需要。我們這次推出的 Speech 02主要有3個亮點：超擬人、個性化，並且支持32種多語言。很多人理解超擬人是超級像人，但是我們這裡說的超擬人是超過真人。首先從錯誤率上來說，我們的模型比真人的更低，意味着我們的模型更魯棒，生成出來的聲音更穩定。另外一方面的話，它的相似度或者表現力和真人一樣，不僅是音色，然後它的一些口音、一些方言、一些不同的情感的表達，甚至韻律上，就比如說我們的停頓，然後重讀，還有一些連讀、省略號，我們模型生成出來的聲音，和真人說的話聽起來基本上是一樣的。對，甚至比真人不同句子之間的聲音 gap 更小一些。那最後除了 text to speech 之外呢 ，MiniMax 這次還引進了一個聲波分離的技術。那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寶藏功能，因為有時候我們引用的新聞素材時常會伴有一些很煩人的 BGM， 那這個時候呢就可以用上這個功能啊。使用方法也很簡單，就是你把音頻文件拖來進去。Sam is a rare visionary. He shoulders
然后一键分离音频，那几秒钟的时间呢，算法就可以把人声给分离出来。Sam is a rare visionary. He shoulders incredible. 那总的来说呢 ，Minimax 这次推出的 Speech 02的模型，在很多维度上是给了我很大惊喜的，无论是普通话的自然度、英文还有多语言的发音准确性、长文本的稳定输出，还是语音、情绪还有音色调节的丰富度，基本上都能够满足我日常剪辑的需求，甚至连配音演员的那个戏感这个很难的点呢，它现在也可以通过 AI 来辅助达成。那如果说我们有观众，你也是从事视频或者是播客制作的话，那我推荐也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一下。好的，非常感谢 Jacob 的测评。那感觉接下来我们的视频和播客制作流程当中啊，会有很大的效率提升哈，我再也不用半夜被抓起来谱录旁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说 Minimax 在模型上是如何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们是业内首个实现任意音色灵活控制的模型，有点像用户就是导演，音色就是演员，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效果，通过文字来控制音色的表演，可以让每一个音色都有很好的自然度和情感表现力。从 Minimax Speech 02的技术报告中可以看出来几个重要的创新点。首先，模型在编码器上有一个升级，将编码器 encoder 变成了一个会学习的音色提取器 speaker encoder， 能够将任意长度的音频片段转化为固定尺寸的条件向量，从而实现高质量灵活的声音表达，并且呢能够支持32种多语种。那么这样的 speaker encoder 与后面的 AR transformer 自回归 transformer 协同训练，能够让语音合成的效果有明显的提升。其次 Minimax Speech 02效果让人惊艳的另外一个绝招呢是零样本训练 Zero Shot Learning。那么这一点之前在苏诺音乐模型那期我们也提到过。传统声音克隆呢需要大量声音样本加文本标注，那 Minimax 这个技术的强大之处正是不需要大量声音样本和多次调整，仅凭几秒钟任意声音样本就能够合成出你的声音，并且呢能做到非常逼真的效果。 I could be one of those famous voiceover artists you hear on TV or in the movies. Would you believe what happened at the grocery store today? My goodness. 另外呢，模型还有一个重磅技术，就是使用了潜在流匹配模型 Flow VAE， 这在我们视频前面提到的 Wits 模型上是做出了升级，也是让语音合成更加自然、更加可控的关键模块。Flow VAE 呢是融合了 VAE， 也就是变分字编码器和 Flow 归一化流，前者负责学习说话风格的潜在空间，后者让这个潜在空间的表达能力更强、更灵活。那这样的架构提供了比传统的梅尔频谱图信息更丰富的音频表征。之后的 Flow Matching 啊，则是能够准确的建模这些音频表征的分布。简而言之 ，Flow 和 VAE 的结合能够帮助模型学会用不同的语速、情绪、语调去说话，而且保证听起来像人。那这个具体的模型细节真的还挺复杂的，我们就不展开了。但是总结来说呢 ，Minimax 的语音模型创新也是目前代表 TTS 最前沿的模型啊，已经可以做到提供任何语言、任何口音、任何音色的无限组合。那很大程度上是丰富了语音生成的多样性、灵活性、情感的表达准确性以及非常低的自错率。而与此同时呢 Minimax Speech 02这个模型呢还做到了价格更低，那分别是 Eleven Labs 的 Flash V 2.5 与 Multilingual V2 的1半与1/4的价格。那因此我们看到呢，技术的更新以及价格的下降，也是让更快的商业应用落地成为了可能。更好的科技其实能拓展它的应用边界，声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载体，因为我们更好的技术的一个问世，然后相信非常多的垂直领域都会把声音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所以当大语言模型很聪明的时候，语音我也要更像真人，它才更匹配。它拓展了非常大的所谓 voice agent 这个市场，就是我们的语音助手。现在终于到了可用级别，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而这将打开很大的市场想象空间啊！那比如说影视配音、播客制作、客服中心、教育、AI 助手等等应用呢，都会受到颠覆性影响。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是前段时间火爆全网的这个吴彦祖带你学口语的视频啊。Is breakfast included in the price of the single room as well?
这个课程内容是由高图推出，主要是由吴彦祖本人录制，但是由 AI 生成的 AI 阿祖陪练环节的语音聊天模式背后的技术支持，正是来自 Minimax 的语音模型，是构建了24小时可定制化 AI 语言陪练系统，可以让用户和 AI 阿祖练习口语对话、语音聊天，极大程度提高了课程的互动感。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那偏好玩应用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那它第一有内容的制作，无论是传统的视频配音，还是新的这种交互式开放世界的游戏或者娱乐型的这样子的应用，这都有很大的市场。再到一些有声书的制作，以及说历史上因为成本原因，你没法把它作为有声化的提供给残障人士、不识字的人士的一些内容，你全都可以变成有声书化。这样子打开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多的，也是让更多人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一些福利。那从以上给大家展示出的 AI 语音模型能力来看，我们预计马上就会有很多 AI 语音新玩法会席卷市场。但同时呢，随着 AI 语音模型的进步与 AI 语音产品的落地应用，特别是 Zero Shot Learning 这样的技术呢，让语音克隆变得更加容易。那这会让人们更加担心安全与语音的版权问题啊。那比如说呢，之前 OpenAI 在展示4O 语音多模态产品的时候，就因为声音过于像美国演员斯嘉丽·约翰逊而被后者抨击。但目前呢，产业中有不少公司正在积极的推进解决方案和相关的立法，让技术能够变得更加合规，这也会让技术更容易大规模落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让谁的声音、谁说的话是否被授权，这3件事儿都可以查证，有据可依。大众需要知道，就是他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个声音，首先它是属于一个真人发声还是 AI 生成声。那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产品，就是检测一个声音它是否由 AI 生成。然后第二个产品就是来解决这个 OK， 如果一个声音是 AI 生成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平台上生产出来的声音，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谁的声音，谁想说的话，是否被授权，这3件事情都是有据可查的。用的是现在的就是一个声音水印，你听不出来，但是如果进行检测的话，是可以把这个信息从这个里面提取出来的。这相关的技术呢，就包括了声纹鉴定和声签授权，让声音作为版权在将来能够被更好的保护，也能够让技术被更合法、更合理、更广泛的应用和落地。商业就认为啊，短期来看，语音模型能力的进步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对语音内容的交互范式，但是在长期来看 ，AI 语音的普及呢，将会带来新的社会共识。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经历到这个冲击，但是长期以来的话，应该是不会的。这就像是修图软件也没有毁灭摄影本身一样。我们反而是催生了更多的这个管理啊、认证啊，然后标识啊这种标准啊这种东西，然后声音也会从真伪混乱走向有据可信。而我们现在所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法，也是希望人类和机器说话的边界变得清晰、透明，而且都被尊重。不可否认的是 AI 语音的价值呢，正在从人们对它的逼真程度的质疑转向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个工具来转移。就像我们硅谷101这样的内容制作团队啊，就已经用起来 Minimax 等一众的 AI 产品和应用了，真的能够帮我们提升效率，创造更多的创意点子。而在未来呢，无论是 To B 还是 To C 产品， AI 语音呢都会有着非常大的潜力。而那个著名电影《赫尔》中呈现的丝滑效果，人类对语音的交互新范式，或许正在比我们想象中更快的速度到来，我们也拭目以待。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硅谷101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